代孕的话，不选性别的话，75包生包成，就是我们就是一条产业链做的很多，大概能有20到30万的毛利。我们有65、75、85，你想象一下，我们赚不少钱，对吧？他这个是代孕的吗？没有代孕这个法律。那么我本人也是人大代表，我们就是要搞个头衔，就是我们做事还是很稳当的。是吧？第一次世界上了，我第二次才成功。要当到合法的，这个是最重要。我的妈呀，这个世界真的是越来越可怕了。大家应该都听说了青岛的代孕事件了吧？只要你有钱，包生包成，只要你愿意加钱，生男生女都可以啊。这个事的热度呢，真的是被压得死死的，生怕别人不知道啊。昨天呢还上了热搜的，今天呢竟然没有了。说到代孕这个事情呢，我真的没有想过，在我身边真的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从来没有想象过这个事情是真的会发生在现实生活中。以前是在网上听说过，曾经呢是某个明星嘛，就说代孕的事情，这个事情是有曝光过的。那时候我是半信半疑的，毕竟是网上的东西，就完全不是真的。有的人可能是为了炒作啊，有的人是为了流量，有的人是为了出名而去炒作这个事情嘛。我真的没想过是真的。然后现在这个事情呢，真的是在大陆来说，这个互联网这么发达啊，很多人都知道了这个信息哦。那么让我回想起来哦，我今年不是就做了这个房地产的一个销售嘛，当时呢我就是亲眼见过，就是我就是负责的某一个小区里面哈，我们那时候就来了一群6、7个女孩子，来找这个租房子的，他们的地址啊。都是不一样的，就是不是同一个地方的人，可能来自湖南、湖北啊，或者说是安徽啊，就各个省份的6、7个人，而且他们长得身高啊、漂亮啊、颜值这些都是不一样的。然后他们就来我们这边找房子租嘛，他要的房子是就是4、5间房子的，就大房间的那种，租期呢是1年，就是。后来就是我们的那个店长经验比较多了，他就看出了端倪，6、7个人一起来租个大房子，地址各个都是不一样的，而且年龄呢都集中在20到30岁左右。然后后来我们的店长就跟我们说，这是一群代孕的妹子。当时我听到这个消息我都惊呆了，我说真的是有代孕的人吗？他说真的有。后来呢就大概过了2、3个月嘛，然后我就在某个小区呢就连续1个星期哦，他们就是结群的那种4、5个人一起出来吃饭。那个时候呢他们每个人肚子是很大的了，就大概有5、6个月这么大，就很明显看得出来的，肯定不是就是朋友亲戚这些不可能聚在一起，大家一起5、6个人一起怀孕嘛，不存在的是吧？他们有的时候呢是5、6个人一起在那里就是交流嘛，就是站在某个地方小区的门口啊，有的是2个人一起就出去吃饭，在外面吃饭。听说啊，当时就我们的那个某个小区里面哈，代孕这个机构呢还真的是存在的，而且不止一个。这某个小区呢我就不想说了，但是我真的是亲眼目睹过的这个事情，然后再回想网络这上面的怎么代孕机构，真的好可怕啊。前几年呢就是我们这个代孕的事情呢也真的是就是越来越泛滥嘛。那时候我们去上个厕所啊，各个门口女性的厕所里面的那个门呐，那里都写上那个用那个你的电话号码，说代孕啊代孕这些发的就是小卡片啊，真的有很多的。没想到这个需求真的这么多，真的好可怕，这个社会真的颠覆我的认知了。听说他们代孕一个小孩1年是20万，就你那1年是什么事都不用干，只需要把孩子健康的生下来就可以拿到20万了，包吃包住1年内。我帮你生这个孩子，那我就把你的名字录系统了。代孕的话，
2个月吧，2到3个月。在妈就正常怀孕嘛，10月怀胎。我们之前主要都是做买卖的，然后我们这里就是时间就是金钱，就是76万，这个条件很好的，被人家带走了，他已经怀上了，这个也很24岁，他主要听话，我们好管控他。她是代孕的，对不对？废话，要不然你以为人家的妈妈为什么会给你那么多钱？可能有一些朋友还不清楚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咱们就来捋一下哈。据新闻报道呢，青岛某生物科技公司背后竟然暗藏着一个非法的地下代孕实验室，光代孕一个孩子就要75万，你没有听错，是75万。如果说你想选择性别就得再加20万，就连出生证明你都不用担心，再加5万块就可以拿得到。报道中提到有工作人员自称是在代孕行业干了10年，而且医生还是三甲医院的副主任，白天在三甲医院坐诊，下了班之后呢，就去地下室代孕实验室做手术。记者实地暗访发现了，他这个场地呢是在一个几乎废弃的青茂城中。那么代孕所需要的卵子和肚子呢，多是有人在专门的网上去寻找愿意代孕的妈妈和愿意卖卵的女性。有知情人士透露呢，那所谓的捐卵的时候呢，麻药都不是必需品之前有一个女孩子已经捐卵捐了17、18次了，就每3个月就得要回去装嘛。然后有知情人士就举报说，这个三甲医院医生与这个代孕机构呢是相互勾结的，每一次都是按次收费，每次呢是1500块。如果说麻醉师是自带了这个麻醉剂的话，那每一次收费是2000块的。手术结束之后呢，是当场结账。在这个行业里面有一个新的名词叫做卵妹，就是为了挣钱而卖卵的女孩子。女生在这里多只不过是生育的工具而已，而且他们会根据你的健康程度、颜值的高低，会给你明码标价。有的女孩子甚至卖了10几次，手术的时候呢，甚至有时候连这个麻药都不打的。那么现在这个事情呢，青岛的卫健委已经是在调查了，在这背后隐藏了多少内幕，涉及有多少人，多大的产业链，可想而知。这个世界真的是到底是怎么了？我真的不敢去想象。我现在真的是越来越看不懂现在这个社会的一个状态，到底是谁的错？是这些女孩子的错吗？还是这些想代孕的人的错呢？还是说想要孩子的人的错呢？还是说这是医生的错吗？到底这个社会现在是怎么了？越来越可怕了。现在这个事情一暴露出来呢，我觉得可能我们身边的真的就是这些代孕的真的很多存在的，就只是你不知道而已。像今年龙年，就今年官方报道的话，就是说人口出生率低于800万的。但是呢，我们每次去医院做检查，感觉都很多孕妈尤其是今年龙年，有的人就是为了这个生肖觉得龙宝宝怎样怎样子，这个名气比较好是吧？他们就会赶在想生个龙宝宝。今年的话，可能代孕的话，有一大部分是代孕过来的孕妈妈。有些人就是为了1年挣个20万，啥事不用干，有人可能会愿意去干这么一种事。现在挣钱也比较难挣，就对于女性来说，1年挣个20万真的是，这个收入很高了。因为普通人去打工的话，像我们在这些一线城市真的是4、5千块钱一个月，那你1年下来的话也是7、8万，抛出你这个生活日用的话，你真的是可能存个2、3万都不错了。所以相对来说，20万真的是很高额的一个收入了。所以可能大多数这些年轻的女孩子会考虑去代孕这个，她们可能不知道代孕会对身体造成有多大的伤害吧。但是我觉得这个世界真的好可怕。如果说社会真的发展成这样那么女性的卵子都能被当作交易筹码的话，那么这跟缅北团伙买卖人体器官又有什么区别呢？这些代孕行为在法律中是明确规定禁止的，这些女性在哪里又经历了什么呢？
是被强迫的吗？还是自愿的呢？人权又能不能得到保障呢？据悉啊，有女性甚至多次在那里取卵，这背后寓意着什么呢？根据有知情人士爆料的消息啊，有些时候呢，甚至不打麻药，整个走廊都充斥着惨叫声，可想而知，现场应该是个怎么样的场景？真的是应了那一句“地狱空荡荡，恶魔在人间”。如今代孕产业链呢，在我国泛滥成灾。对于这件事情，大家怎么看呢？欢迎评论留言，大家一起来讨论。